我叫苏雨桐，今年38岁，在滨海市做室内设计师。说起我老公江晨玉，朋友们都夸我嫁得好，IT 男，收入稳定，人也老实。可只有我知道，跟一个把生活过成 Excel 表格的男人在一起，到底有多窒息。结婚10年了，江晨玉坚持 AA 制，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 AA， 是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的那种。每个月月底，他会召开家庭财务会议，拿出他那个密密麻麻的 Excel 表格，像财务总监汇报工作一样跟我算账。雨桐，这个月咱家总支出是7436.78元，你的部分是3718.39元。他推了推眼镜，一脸严肃：你这个月多花了23.6元，下个月要扣掉。我当时就想翻白眼，23块6毛钱，他能记得这么清楚。更过分的是，去年他还搞了个家务积分制，洗碗1次1分，拖地1次2分，做饭1次3分，积分可以抵扣部分费用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问他，那照顾孩子算几分？这个比较复杂，要看具体工作内容。他掏出手机，打开一个 App， 我设计了一个家务管理系统，辅导作业3分每小时，接送上下学2分每次。我真的无语了，跟他过日子，感觉自己是他公司的员工，每天都在被绩效考核。最让我心寒的是，我们住的这套房子在海蓝湾，当初我首付了80万，江晨玉坚持婚后的房贷要 AA， 说什么现代夫妻要经济独立，可他从来不算我在这个家里的无形付出。孩子生病半夜起来照顾的是我，家里来客人忙前忙后的还是我，这些在他的 Excel 表格里永远是0。腊月20那天，我刚下班回家，江晨玉就兴冲冲地跟我说，雨桐，我已经做好春节接待预算了。他打开笔记本电脑，屏幕上是一个详细的表格，标题写着2025年春节家庭接待财务预算方案。我妈要带着陈云他们一家3口过来过年，我算了一下，总共4个人，预计住8天。按照滨海的消费水平，我看着那个表格，头都大了。上面不光有每餐的预算，还有水电费分摊、卫生纸消耗量，甚至连洗衣粉的使用成本都算进去了。你这是请客还是开旅馆？我忍不住问。雨桐，你别这么说。江晨玉很认真，我这是为了避免经济纠纷。你看，我连房间使用费都算进去了。陈云他们要用咱家的房间，按照市场价应该每天收120元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要向你妹妹收房租，不是房租，是使用费。江晨玉纠正我，而且我已经打了6折，很便宜了。当天晚上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江晨玉在旁边呼呼大睡，我却想着这10年来的点点滴滴。结婚那会儿，我以为他的 AA 制只是开玩笑，谁知道他是真的，而且越来越精细化，越来越没有人情味。腊月28，他们一家人到了，婆婆宋慧兰一进门就开始巡视，像检查工作一样。小姑子江晨云带着她老公陈志远和6岁的女儿陈若曦。哎呀，雨桐，你这沙发套该换了。婆婆摸了摸沙发，还有这地板，看着就不亮。我刚想说话，江晨玉就从厨房出来了，手里拿着一叠打印好的纸。妈，陈云，志远，我把这几天的费用预算都打印出来了，大家先看看。他像发传单一样给每个人分了一张，我瞟了一眼，上面详细列出了每天的餐费、
零食费、水果费，还有各种杂费。陈志远看了看，皱着眉头：“哥，这个是不是算得太细了？不细不行啊。”江晨玉推了推眼镜：“咱们7个人吃住，开销不小，按人头平摊最公平。”江晨云的脸色有点不好看：“哥，我们来你家做客，你还跟我们算这么清楚？”陈云，你别这么想。江晨玉一脸无辜：“我这是为了大家好，你看，我连每个人每天的卫生纸使用量都算进去了，每人每天预计用12张，按市场价。”我真的听不下去了，转身进了厨房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去菜市场买菜，按照江晨玉的预算，每顿饭人均不能超过15元。我看着那张密密麻麻的购物清单，心里五味杂陈。15块钱在滨海市能买什么？青菜豆腐，外加一点点肉。买菜回来，江晨玉立马开始结算。他拿着计算器，对着小票一项一项算：青菜8块，豆腐6块，猪肉45块，鸡蛋12块，总计127.8元。7个人，人均18.26元。他看了看我，雨桐，超预算了3.26元，下顿要扣掉。我当时就想把那把青菜甩他脸上。更过分的是，吃饭的时候，江晨玉居然拿出一个小本子，记录每个人吃了多少。妈，您今天吃了2碗米饭，按重量算是320克。若曦吃了1碗半，240克。婆婆的脸都黑了。陈玉，妈吃口饭你还要称重？妈，这是科学管理。江晨玉很认真，只有数据准确，才能公平分摊。我看着这一家人的表情，心里竟然有点爽，让你们也尝尝被算计的滋味。晚上，江晨玉开始做日结算。他打开电脑，把今天的所有开支输入到 Excel 里。今天总支出167.8元，按人头分摊，每人23.97元。我、雨桐、子墨3个人是71.91元。妈，你们4个人是95.89元。婆婆从包里掏钱的时候，脸都绿了。江晨云夫妇也是一脸不高兴。我在旁边洗碗，心里暗爽。江晨玉这套精确计算终于用在他家人身上了。第3天，江晨云看中了我梳妆台上的精华液。嫂子，这瓶精华什么牌子的？看着挺好的。他拿起来看了看标签，进口的，挺贵的。我淡淡的说：“是吗？我最近皮肤特别干，能不能？”他话说了一半，看了看我的脸色。这时候婆婆也进来了：“雨桐啊，你这精华也快用完了，不如给陈云吧，都是一家人，别那么小气。”我心里冷笑，想要我的东西，按江晨玉的规矩办吧。妈，这瓶精华当初买的时候1200元，按照陈玉的 A 制度，如果要给陈云，他得付我600元。婆婆愣住了：“什么？送个精华还要钱？这不是送，这是转让。”我学着江晨玉的口气，按市场价折旧50%，很公平了。江晨云的脸一下子红了，放下精华液就出去了。婆婆气得直哼哼，没见过这么小气的儿媳妇。我不动声色地把精华液锁进抽屉里，想占我便宜，没门。年货要采购了，江晨玉又拿出他的预算表，按照我的计算，年夜饭需要16道菜，预计成本1850元，加上酒水饮料300元，总计2150元。他顿了顿，7个人，人均307.14元，我们3口人921.42元，你们4口人1228.58元。陈志远听了，脸都变了：“哥，一顿饭要这么多钱？这还是我算便宜了。”
江晨玉很得意，我按照批发价算的，要是零售价得更贵。去超市的时候，婆婆和江晨云开始报复性消费，既然要按人头 AA， 那就拼命往贵的拿，进口牛肉、澳洲龙虾、车厘子、进口坚果。购物车很快堆满了，我跟在后面，看着价格标签直跳。江晨玉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结账的时候，收银员报出数字，一共3847元。江晨玉拿着小票，手都在抖。这超预算太多了，晨玉，这不是你说的按人头 AA 吗？婆婆理直气壮，既然要算得这么清楚，那我们也不客气了。回到家，江晨玉开始重新计算，3847元，7个人，人均549.57元。他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了。陈志远一听这个数字，脸都白了。哥，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啊？那你们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东西？江晨玉也急了，你不是说累吗？我们当然要买点好的。江晨云理直气壮，看着他们一家人为了钱吵得不可开交。我在旁边冷眼旁观，江晨玉的精确计算，第一次让他自己尝到了苦头。除夕那天，我从早上6点开始准备年夜饭，16道菜，一个人在厨房忙了整整8个小时。江晨玉偶尔进来帮忙，但很快就被婆婆叫走。晨玉，你陪妈聊聊天，厨房的事让雨桐做就行。我累得腰酸背痛，汗水都滴到了菜里。晚上开饭的时候，江晨玉又拿出了计算器。今天这顿年夜饭，食材成本1650元，燃气费大概20元，调料费30元，总计1700元，7个人。等等，我突然开口，你算错了。所有人都看向我，你只算了食材成本，没算人工费。我擦了擦手，我做了8个小时的饭，按照市场价，厨师工资每小时80元，应该是640元。江晨玉愣住了，雨桐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没开玩笑，我很认真。你不是说要科学管理吗？人工成本为什么不算？那不一样。江晨玉结结巴巴，哪里不一样？我反问，我在外面接设计单子，1小时也是这个价，凭什么在家里做饭就不算钱？婆婆在旁边听不下去了，雨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在自己家做饭还要工钱？妈，这是陈玉定的规矩。我看了看江晨玉，既然要 AA， 那就彻底点，要么算人工费，要么以后都叫外卖。江晨玉的脸涨得通红，说不出话来。吃完饭发压岁钱的时候，又出了状况。我给陈若曦包了600元，轮到婆婆给我儿子子墨压岁钱的时候，她从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100元。子墨乖，奶奶给你买糖吃。子墨看着手里那张明显比妹妹少得多的钱，小脸拉了下来。我心里的火腾的就上来了，同样是孙子，差别这么大。但我没当场发作，只是冷冷地说，妈，您的心意我们收下了。晚上睡觉前，江晨玉又开始做日结算，但这次他算得很慢，眉头皱得死死的。我知道他在纠结人工费的事，算吧，这顿饭成本就高得离谱；不算吧，又违反了他自己定的科学管理原则。最后他还是硬着头皮算了。今天总支出2340元，人均334.29元。陈志远一听这个数字，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。接下来几天，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。江晨玉的精确计算让每个人都不舒服，包括他自己。初3那天，我生病了，其实就是累得不行，想休息一下。我躺在床上，听着客厅里的吵闹声，没人做饭，他们只能叫外卖。
江晨玉还是要算账，但外卖费比自己做贵多了。一份宫保鸡丁38元，7个人分摊，每人5， 43元。江晨玉的声音都有点沙哑了。我在房间里偷着乐，让你们尝尝精确计算的厉害。初4晚上，我的大学同学林雨嫣来看我，她现在是个注册会计师，平时帮企业做财务审计。雨桐，你老公这套 AA 制，我从专业角度看有很大问题。林雨嫣翻着江晨玉的 Excel 表格，你看这些数据，明显有操作空间。什么意思？我做起来，比如这里47元，它4舍5入成8元，但这里23元，它又4舍5入成8元。按理说应该是5元的分界线，它明显在操作。林雨嫣指着屏幕上的数字，还有这个房贷分摊，他按照婚后还款金额算，但没考虑房产增值部分。这房子现在市值500万，比你们买的时候涨了300万。按照法律，你有权分享增值收益。我越听越震惊，原来江晨玉的科学管理根本就是在算计我。雨桐，如果真要算清楚，你老公欠你的钱可不少。林雨嫣掏出计算器，光是这10年的小数点累积就有好几万了。我的心跳开始加速，原来我一直被他的公平假象蒙蔽了。雨嫣，你能不能帮我重新算一遍？我握住他的手，我要知道真实的数据。当然可以。林雨嫣点点头，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，真实情况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夸张。第二天一早，林雨嫣就发来了初步的计算结果。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一串数字，整个人都傻了。按照真正的公平计算，江晨玉这10年来少付给我的钱竟然有10几万。我握着手机，手都在发抖。原来他的科学管理是这样科学的。我坐在床边，反复看着林雨嫣发来的那份详细分析。10年来，江晨玉通过各种4舍5入，一共少付了7万元。房产增值的应分收益，按照我的首付比例，我应该得到180万。还有家务劳动的市场价值，按照保姆工资标准，10年累计126万。总计他欠我318.7万元。我看着这个数字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那种被欺骗的感觉。这时候，江晨玉敲门进来：“雨桐，你好点了吗？今天要去我舅舅家拜年，预算我都算好了。”江晨玉，我打断他：“我们需要谈谈。”他愣了一下：“谈什么？”我把手机递给他：“你自己看看。”江晨玉接过手机，越看脸色越白，他的手开始轻微颤抖。“雨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”我冷笑：“你不是最喜欢精确计算吗？这就是真正精确的计算。可是，他结结巴巴：“家务劳动怎么能算钱呢？为什么不能？”我站起来：“你用的家政阿姨1小时30元，我做家务为什么不能算钱？你说的科学管理呢？”江晨玉的脸涨得通红：“雨桐，你这是钻牛角尖。”钻牛角尖，我笑了。江晨玉，你算计我10年，现在说我钻牛角尖。这时候，婆婆从客厅冲进来：“你们吵什么呢？大过年的！”我把手机给她看：“妈，您看看您儿子这10年是怎么算账的。”婆婆看了一眼，立刻把手机推回来：“我不懂这些，但是雨桐，你这样跟晨玉算计，太过分了。”过分！我感觉自己快要笑出声来。妈，您知道按照真正的 AA 制，您儿子欠我多少钱吗？欠你钱？婆婆瞪大眼睛，她辛辛苦苦赚钱养家，怎么还欠你钱了？我看着这母子俩，突然觉得特别可笑。行，既然您这么说，
那我们就按照市场规则来。我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，我也做个 Excel 表格，咱们好好算算。我打开电脑，新建了一个表格，标题写着苏雨桐家庭贡献度财务核算报告。江晨玉看着我的动作，脸色更白了。雨桐，你别这样，别怎么样，学你吗？我头也不抬，开始在表格里输入数据。10年来，我的家务劳动时间每天平均3小时，按市场价30元每小时，等等等等。江晨玉急了，你这个算法不对，哪里不对？我抬头看他，这就是你用的方法啊。江晨云这时候也凑过来看，嫂子，你这样算不公平吧？不公平。我笑了，那你哥这10年算的就公平了。我继续在表格里输入数据，房产增值收益、隐性家务支出、孩子教育的主要承担者，每一项都有详细的市场对比价格。江晨玉在旁边越看越慌，雨桐，你这是在搞什么？我们是夫妻，不是商业伙伴。我停下手里的动作，看着他，江晨玉，这话你应该10年前就说，是你把我们的关系变成商业合作的。他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，是林雨嫣打来的。雨桐，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你老公的工资单截图，发现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报给你的月薪是18万，但是根据他的消费记录反推，他的实际收入应该在25万以上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你确定吗？8、9不离10，而且我觉得他可能还有其他收入来源。你们也这么多年，他的钱都去哪了？我挂了电话，看着江晨玉，她正在跟婆婆小声嘀咕什么。看到我看她，赶紧移开视线。江晨玉，你过来。我的声音很平静。她磨磨蹭蹭走过来。什么事？你的真实月薪是多少？她愣了一下。1万8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真的是1万8。我盯着她的眼睛，当然了。她的眼神开始闪躲。我打开手机，调出林雨嫣刚才发给我的分析表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的消费记录显示你的实际可支配收入远超1万8？江晨玉的脸瞬间白了，像见了鬼一样。你在查我？不是我查你，是数据说话。我把手机屏幕转向他。江晨玉，你瞒了我多少年？他张了张嘴，半天说不出话。婆婆在旁边急了，晨玉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江晨云也傻眼了。哥，你真的瞒着嫂子藏钱了？江晨玉终于崩溃了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我没瞒你们，我是有点兼职收入，但那是我自己的兼职收入。我冷笑，多少？每个月大概7000左右吧。全客厅的人都傻了。江晨云第一个炸毛。江晨玉，你月薪2万5，还要跟嫂子？你脑子有病吧？婆婆也懵了。晨玉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我看着江晨玉，心里什么滋味都有。10年了，10年来他一直在算计我，一边哭穷要一边偷偷藏钱。江晨玉，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吧？我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像冰碴子，用 AA 制把我绑在这个家里当免费保姆，自己却在外面攒私房钱。雨桐，你什么你？我打断他，10年来，我每个月按时给你交生活费，你却瞒着我有这么多收入。江晨玉，你觉得这公平吗？他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我重新打开电脑，开始修改那个表格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重新算账。按照你的真实收入2万5，这10年你应该多承担的费用是……我飞快地敲击键盘，很快算出了结果：23.6万元。
加上之前的318.7万，江晨玉，你一共欠我342.3万元。这个数字一出来，整个客厅都安静了。江晨玉的脸白得像纸。雨桐，你这样算不对的，我们是夫妻。夫妻，我关上电脑。江晨玉，是你说要 AA 的，是你说亲兄弟明算账的。既然要算账，那就算个明白。婆婆在旁边急得团团转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么多钱，江晨云也慌了。哥，你怎么能瞒着这么多事？陈志远拉了拉江晨云，咱们别掺和了，这是他们夫妻的事。我看着这一家人的表情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受。江晨玉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。我站起来。第一，按照这个账单，你把欠我的钱还清。第二，我们离婚，房子归我，孩子我带走。雨桐，江晨玉急了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们好歹也是10年夫妻，10年夫妻。我笑了。江晨玉，这10年来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合租室友，还是免费保姆？我走到他面前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你有一次，哪怕一次，真正把我当成你的妻子吗？他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转身往房间走。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3天后，要么还钱，要么离婚。身后传来婆婆的哭声和江晨云的埋怨声，但我都听不进去了。晚上，江晨玉敲门进来。雨桐，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？我正在收拾东西，头也没回。没什么好谈的，你真的要跟我离婚？他的声音有点颤抖。我停下手里的动作，转身看他。江晨玉，你爱过我吗？他愣住了。你回答我，你爱过我吗？我又问了一遍。他张了张嘴，半天憋出一句：雨桐，我们都是理性的人。我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理性的人，对，你一直都很理性，理性到把老婆当成商业伙伴，理性到算计每一分钱，理性到连一句我爱你都说不出口。你什么你？江晨玉，你知道这10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。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听着你在旁边计算明天的开支。我怀孕的时候，你算产检费要 AA； 孩子生病的时候，你算医药费要 AA。江晨玉，我不是你的员工，我是你的妻子。他看着我哭，手足无措的想要过来。雨桐，你别哭，别碰我。我躲开他的手。江晨玉，我们结束了。第2天，林雨嫣帮我联系了律师。律师看了我们的财产状况，很肯定地说我可以拿到房子和孩子的抚养权。江晨玉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他找到我，哭着说：雨桐，我错了，我以后改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一丝波动。江晨玉，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机会？我冷笑。江晨玉，我给了你10年的机会，10年来，你没有一次真正把我当成家人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最后，我们在律师事务所签了离婚协议，房子归我，孩子我带走。江晨玉每个月支付5000元抚养费。他最后还想算计，提出要分割房产增值收益。律师冷冷地说：江先生，根据首付比例和还款记录，您无权要求分割。走出律师事务所的时候，滨海市的冬日阳光刚好，我牵着子墨的手，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妈妈，我们以后就我们2个人了吗？子墨抬头问我。对，就我们2个人。我蹲下来摸摸他的头。你害怕吗？不害怕。子墨摇摇头。妈妈，我们以后不用算账了，对吧？我笑了，眼泪又掉下来。对，再也不用算账了。1年后，我重新装修了房子，把江晨玉那些密密麻麻的 Excel 表格
全部删掉，换成了暖色调的装饰。子墨适应得很好，他说家里终于有了家的感觉。前几天路过江晨玉公司楼下，正好碰到他的同事。同事说他现在一个人住，每天还在用 Excel 记录自己的开支，精确到分。我听了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有些人啊，把自己关在数字的笼子里，以为那就是理性，其实那是最大的愚蠢。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靠算计得来的，它需要的是真心，是温暖，是那些无法量化的美好。我和子墨现在过得很好，我们会为一部好电影哭，会为一顿美食笑，会为彼此的小进步开心。这些都不需要用表格记录，因为它们记在心里，比任何数据都准确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